们接下来就。干什么的？客房服务。不顾日内瓦公约，大量使用生化武器，所以重庆方面特别从海外请回了生化专家，准备成立对策小组。我们 CPA 派出护卫负责专家的安全。可是没有想到，在8名优秀护卫严密保护下的3名科学家，如今死了2个，另一个失踪。谈谈你的看法吧。我怀疑有内鬼。哦。你也是这么想的？你发现什么了？这次专家归国的计划是最高机密，连临时落脚的旅馆都是随机选择的。就算日本人察觉到了这个计划，但是如果没有内应的话，等他们找到了专家的住所，我们早就把人送到重庆了，更别说什么刺杀了。昨天专家刚到，晚上就遭到刺杀。如果没有内鬼的话，这不大可能吧？我整理了所有知情人的名单，当然。调查对象也包括我和你。3位专家中唯一生还的罗森，现在失踪了，但是我怀疑他没有死，而且人就在上海。如今日本人也在四处找他，你的身份是最好的掩饰。找罗森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好吧，包在我身上。旅馆爆炸案是怎么回事？我原本不想用这么暴力的手段，但是军统非常谨慎。如果我当时不发动刺杀，就没有机会了。那个逃跑了的叫罗森，我打听到他在租界里有熟人。很好，把地址给我，我会派人去处理。罗森，你看，我能这次侥幸的逃过了一次，下次未必这么幸运。那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出国是出不去了，只能想办法先去重庆。你可以去找保护你的 CPA 的人。CPA 的人不可靠。谁是罗森？先生，来包烟吗？人来了吗？怎么了？什么事儿？听说这里有好烟。当然了，不过要看客人识不识货。进来吧。怎么了？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你已经违反了交易的规矩，带了外人来，我必须终止这次见面。哎，村正先生，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对你这样的老江湖来说，有什么区别？好吧，你想知道什么？旅馆的刺杀案
CPA 里面谁是内鬼？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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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和你们 CPA 做交易，我冒的风险比以往大多了。哦，怎么说？因为内鬼是你们的人。总之，这次交易我可以不要钱，但是你们必须安排我去美国。可以，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可要多透露点内容给我们。你们要找的内鬼是男是女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的代号“无面者”。他是个老牌的特工，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潜伏在你们的组织内。你应该知道的更多吧？是，但是今天的见面，我只能说这么多，因为那是我的底牌。好了，你想问什么说吧。他们是谁？为什么要追我？我是 CPA 的人，是来保护你的。刚刚那帮是日本特务。你是 CPA 的人？怎么，不像吗？你们内部有内奸，要不然我来上海才半天时间，怎么会被他们追杀？我的任务只是保护你，奸细我不管，你还是跟我走吧。你是不是那个奸细还不一定呢，我是不会跟你去的。这由不得你。救命啊！有人抢劫！姓名：朱莉。内鬼应该就是负责保护专家的8个护卫之一。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村正说过，这次的鼹鼠是一名老资格特工，而在夜总会里，能称得上老资格员工，应该是那些在 CPA 时期就加入组织的员工，而且他应该不是核心员工，因为我们的王朝地下总部至今还没有暴露。所以鼹鼠是一位很早期加入的外籍员工。不错，在这8个护卫当中，有4个人符合这个条件，但是4人中3个人已经死于旅馆爆炸案，幸存者只有1个。朱莉，旅馆行刺当晚，你在什么岗位上？行刺发生时，你在做什么？你们怀疑我？我只是例行调查。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吗？既然你知道我们在查什么，那我就不绕圈子了。我问你，你在进 CPA 之前有2年的空白期，这2年你在哪儿？干了些什么？你没有权利这样问我。我的全部情况都是经过组织内部的严格审查。如果我来历不明，当初怎么可能进入 CPA， 又怎么可能进入王朝呢？这是经理的命令。对于一切知道专家行动的员工进行调查，请你配合。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说第2次。你必须得说，不然我们会认为你就是鼹鼠。当年我还是一个学生。你都听到了吧？对于他的陈述，你怎么看？我之前找贵专员调查过他的特殊经历，他的确是通过东北秘密行动队发展进 CPA 的，这跟他的供述完全吻合，天衣无缝。没错。不过，我对他慰安所的经历表示怀疑，因为我从他的眼神里根本就没有看到刻骨铭心的仇恨。只有他们的血，才能洗雪我身上曾遭受过的屈辱。这肯定是他编纂的说辞，对于这一点下结论根本不用过大脑。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凭我的经验。哪方面经验？女人啊，露露，我跟你说，朱莉这样的女人，她不可能有那么不堪的经历。她是一个……行了，我没有时间跟你谈论怜香惜玉的事儿。你的经验不等于证据，没有证据，我们拿朱莉毫无办法。我在跟你谈工作，你老把我想歪了。我怜香惜玉，主要是看对象。对于敌人，我向来都是冷酷无情的。不过对于女人动心，这不是我的风格。所以，刑讯朱莉，还是交给你吧。那你呢？我去找村正，掀他底牌。哎，香烟，卖烟啦！香烟，卖烟啦！村正先生，请。哼，为什么你每次约我见面，都装扮得如此没有品味？如今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希望能坦诚相见。你看得出我的伪装？帮你化妆的人一定与你有怨，他的技术虽然高明，但是却故意让你出丑。你的扮相和举止是错位的。今天见面，交易的筹码带了吗？这个是1万美元本票，这个是你想要的明天早上去美国的船票。看来你今天的诚意很足嘛。哼，哎，我的诚意已经展示了，下面看你的。想到什么要说的吗？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我想睡觉。你不要以为这个灯光罩没什么，这是日本人发明的，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如果长时间照射的话，你的眼睛就会出血，接着你脑袋里所有的组织都会出血。我不是鼹鼠，我不是内奸，你到底让我说几遍？继续照，直到他招供为止。是。我在情报部接触到一份绝密的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一个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启动的潜伏计划。具体内容？这个计划的执行者叫岩井健二，计划的内容是秘密训练一批冬眠的特工，隐藏渗透到中国的各个秘密机构中，如政党背景的力行社、民间的 CPA 救国会等，都是这个计划的重点渗透目标。岩井健二，估计这个人你应该知道，他原来是日租界的宪兵司令。那么你说的那个无面者，他的身份是？我只知道，他是岩井安插在 CPA 的鼹鼠。其他的，我并不知道。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应该是中国人。应该？我不确定。一位秘密潜伏的冬眠特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激活的，一旦激活，就很容易暴露。我想，用一次就暴露的特工，大本营是不会用日本人的。谁啊？是我。工务局巡警正在往这赶，内线消息，有人举报我们这里正在进行违禁品交易。糟糕，怎么会暴露呢？赶快撤！好。开车！
鲁国工部局的微博。好。快走！没事吧？没事，快走。朱莉的审讯有没有结果？还没有。看来鼹鼠可能另有其人。村正说出了无面者的身份。没有，但他告诉了我一个日本冬眠特工的渗透计划。冬眠特？对。这个计划的策划和执行者是我们的老相识。你是说严谨？你不会怀疑西西吧？这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就因为你们俩的关系。村正的话可信度有多高？你宁可相信一个情报掮客模棱两可的猜测，也不相信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可是现在村正死，是被日本人打死的，那他的情报就有很大的可能是真的。还有，街头屋被暴露的事肯定是鼹鼠所为，而最大的嫌疑人朱莉一直被关在审讯室里，根本没有机会外出报信。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西西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附近，而且还单枪匹马把我救出日本人的重围？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可能村正一开始就是个诱饵，为了扰乱我们的视线。好了，现在我决定把西西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关于他的审讯工作，你必须回避。这不可能，这是命令。站住！怀疑一个人，先要找到他的动机。村正这样为了钱可以出卖国家的情报掮客，不会有死尸一般的觉悟，拼死向我们传递假消息。你不要太感情用事。姐姐，怎么了？姐姐，你做噩梦了？没事吧？是不是做噩梦了？严谨，啊，也是。虽然严谨是我们的仇人，但是他毕竟养育了你10年。姐姐，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呀？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不要瞒我了。你在总部医疗室，李克明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你别误会，自从上次旅馆爆炸案以后，我和李克明都怀疑我们的内部有敌人潜入的鼹鼠。目前我怀疑是专家组的外勤护卫朱莉，但是李克明通过特殊渠道证明，鼹鼠是严谨培养的。很多年前就安插到 CPA 的冬眠特工，更有可能是严谨孤儿团的人。姐姐，你也看过严谨实施的孤儿团的档案吧？那里面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死了，而且其他人我真的一个都没见过。我知道你和李克明一样，都怀疑我是鼹鼠。西西，我相信你，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只是因为我是 CPA 员工，
我要完成我的职责。怎么是你啊？你的伤口发炎了，再不处理，等着被截肢吧。截肢总比送命强，我信不过你。现在你落到我手上，由不得你不信。别想故伎重演，这可是棚户区，根本没有工部局的警察巡逻。行了，快跟我走吧。走，快走！你要我查的事情有眉目了，今天晚上到咖啡店门口等我，见面再说。怎么这么打不是办法？你不是有枪吗？拿枪打他们呀！打什么打？我都不知道在什么方位。那么像个男人，别碰碰妈妈唧唧歪歪的。我是跑不动了。真烦！快跑！我哥，缓一缓我们就走，我可不想被日本特务堵个正着。你先跑吧，你一个人肯定逃得出去。我的任务是把你弄回去，你不走，我怎么走？你怎么这么麻烦？谁麻烦？还不是你麻烦！要不是你乱跑，还会发生这种事？你们 CPA 的人办事不靠谱，还有脸说我？呸！谁不靠谱了？上次我来上海，半天时间被日本人追杀，要不是靠我自己，我早死了。糕点铺那次，我要是不跑，就得被手榴弹炸。何况我每次看到你，就会遇到他们几个。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我跟他们是一伙的，我要和他们一伙的，我会冒死救你。我要和他们一伙的，我现在就打死你。怎么，不怕吗？我怕，我当然怕。怕还不快跑！我现在出去不是给他们当靶子吗？不跑，不跑就当我的靶子。跑晚了，姑奶奶一枪帮了你。起来吧，跟本小姐走吧。还以为你胆儿有多肥呢，腿都吓软了。走。行了。好了，罗教授，你在这儿安心休息。这个安全屋在我们内部也只有几个核心人员才知道，所以你在这儿可以安心的养伤。我什么时候能去重庆？这个暂时还不能确定。你知道这次旅馆刺杀事件暴露了我们内部可能被敌人渗透，所以在没有找出鼹鼠之前，只能委屈罗教授躲在这儿。西西小姐，这次你冒着生命危险把罗教授救出来，你真是太棒了。真的，还不是为了你吗？那我以上海公司经理的身份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什么意思啊？现在由你来保护罗教授，而且不准离开半步。如果这次他再有什么意外，你知道后果。
你看过？西西，这是为了你好。在没有查出鼹鼠之前，你们两个就待在这儿。李克明，你看什么看啊？露露小姐，你在等我吗？西西呢？她在执行任务。你不是怀疑他是鼹鼠吗？我把他和罗森铐在一块儿了。你们找到罗森了？你刚才说你把西西和罗森铐在一起，怎么回事？我用手铐把他们俩铐在一块儿。我给西西的任务就是全天候保护罗森，寸步不离。你到现在还在怀疑西西，你根本就没有证据证明他就是鼹鼠。你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不是。如果你想证明西西的清白，就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我没有说谎，我真的没有说谎。不用再装了，你的经历是伪造的，你就是鼹鼠。放过我吧，我不是鼹鼠。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员工，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即便你成功挺过审讯，隐瞒了你的身份，可是你却没有机会去完成你的任务。因为就算我没有办法证明你就是鼹鼠，但是我可以把你一直关在这儿。你没有权利这么做。我当然有这个权利。我们去那边坐坐啊。好。村正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海军情报官，从事情报掮客的工作有很多年了。3天前，他因涉嫌情报泄密被宪兵队查问过，但是很快又被释放了。不过我查到他的秘密账户中多了一笔钱。没了？就这些了。老贵那儿你帮我带稳他好，告诉他人情我已经还清了。走了。才让我相信你这样的无稽之谈。怎么是无稽之谈？没有证据，没有任何文件，你甚至连接头人是谁你都不知道。是老贵的朋友。别拿桂可清来压我，他也是被怀疑对象之一。如果这个线人提供的线索是真的，那么村正很可能是北野反间计的棋子。反间计？你告诉我，日本人的反间计想要反谁？你什么意思？行，你不用多说了，我已经得到最新情报，确认了西西就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鼹鼠，上方已经签署了他的逮捕令。这不可能！你哪来的情报？你没必要知道。总而言之，朱莉可以无罪释放，西西必须立刻逮捕。你出去！在上面签字。我不是鼹鼠，我不会签的。你必须签，不签我一枪打死你！签！住手，樊露！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放开我！干什么？你受苦了，我是上海 CPA 经理李克明，我来是告诉你，我们已经确认了鼹鼠另有其人，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忠诚，而且被批准调入 CPA 的核心。祖国需要你。李克明，他是鼹鼠，西西是被冤枉的。你丧失理智了，樊露！关到禁闭室，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是，走。西西，你可以打开手铐了。
终于自由了。他是谁啊？这是朱莉，她是代替你负责罗教授安全的。我姐姐呢？我这就带你去见她。李克明，你搞什么？西西，你的事发了，老老实实跟我回去吧。什么事发了？抓住他！西西，你不要再执迷不悟，放开罗教授！李克明，你这个臭疯子，你居然怀疑我是鼹鼠，你瞎了眼吧？证据确凿，你不要再顽抗了。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动他的话，你会死得很惨。罗教授，受惊了，没事吧你？你们这是？这就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内鬼，现在已经铲除了。怎么会？他不是保护我的吗？怎么会是内鬼？罗教授，这些潜伏的鼹鼠非常善于伪装，你不要被表面现象所骗了。那我什么时候去重庆？今天就可以。朱莉小姐会负责保护你沿途的安全。罗教授，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客气了，李经理。朱莉，下面的旅途就靠你了。李经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罗教授安全送达重庆的。很好，那你们去吧，祝你们一路顺风。罗教授，那我们走吧。好。朱莉小姐，这一路全靠你了。罗教授，客气了。上一次坐船还是小时候，顺流而下来到了上海，然后再坐海轮去了美国。想一想，这已经有20年时间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朱莉小姐，这是日本维新3杰西乡荣盛改写的汉诗，没想到你也有涉猎。怎么是你？你不是死了吗？要死的人是你才对。你们，罗教授，你不用紧张，朱莉才是安插在你身边的日本特务。那你们呢？我们当然是保护你的国家战士。这个人叫马原，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就读东京理工大学，他有什么问题？据西西传回的消息，这个人是北野针对重庆大后方细菌战计划的关键人物，他明天会到上海。一个理工科的学生跟细菌战有什么关系？北野又在搞什么阴谋？不管北野有什么计划，明天我们先把他抓来再说。但是，负责接送他的是西西，我需要你配合，千万不能暴露西西。是。这个人叫马原，是我们即将展开的针对国民政府大后方的细菌战役的重要环节。他明天将抵达上海，你的任务是确保他的安全，并将他完好无伤地带回来。马原，我是来接你的。哦，谢谢。严静小姐，我们是特高课的人，这个人我们要带走，请您配合一下。你们来这想干什么？无可奉告。我没有接到过这样的命令，所以马原，我是不会交给你们的。既然这样，那就只有得罪了。严静小姐，对不起了，带走。走，放开，走，放开！队长，队长，让我住手，把人放开，他是嫌疑犯，我们要带走。
没想到特高课的这帮混蛋跑出来搅局。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目的是为了放走马原。这个马原的出现好像很不合乎情理，一个理工科的学生跟细菌武器似乎根本就不沾边儿，而且那帮日本特务出现的也过于巧合，他们好像在故意制造机会放走马原。我倒觉得整件事情也许都是北野的阴谋。你的设想很大胆，但是我问你，北野的动机是什么？他这么做到底想干嘛？非常抱歉，我的任务失败了，我愿意接受惩罚。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你忠诚地执行了我下达给你的命令，不但没有错，我还要嘉奖你。大佐，您这是？不要惊讶，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中。那么，车站外面那些人也是您？不错，他们是我派去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制造混乱，让马原逃跑。大佐，您是要故意把马原放走的？对，马原已经成功地引起了 CPA 方面的重视，接下来 CPA 方面会千方百计地找到他，并带他回他们的总部进行审讯。到那时候，我的计划就成功了。计划？不知大佐，您的计划是？马原身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病毒，可以这么说，它就是一枚会移动的细菌炸弹。哎呀，很好！没想到你真搞来了照片，有书信，有照片，稿子也写得词风犀利，入木三分。明天的头版头条一定会轰动全上海，甚至全世界。原来马原是北野故意放出来的生物炸弹。北野是这么说的。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放任不管？不行。既然北野告诉了你这个计划，那么我们把马原放任不管的话，一定会让你陷入危局。我们可以将计就计。西西，你负责配合王朝找到马原。你知道他是细菌炸弹，还找他做什么？我想他身上的病毒现在还在潜伏期，让他在外边乱跑绝对不行。既然北野想让马原传播新的病毒，那我们不如利用这个计划，先把马原控制起来，以他身上的病毒为样本，分析出对抗新病毒的疫苗，这样才能使北野的计划彻底完蛋。原来如此，李克明，你鬼点子不少嘛。鬼点子？我这是好点子。是我和姐姐一起找马原吗？不，你一个人。那我姐姐呢？她有别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只有她能完成。川井医生，川井医生，川井医生。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我是张婷，《洋旗报》的记者。我从小道贩子那儿买到了消息说，今天晚上汪家宅4号会有人爆料日本细菌战内幕。原来是同行啊！我是申报的记者，我叫苏菲。刚才真是感谢你了，要不是你给了那家伙一下子，我早就死在里面了。不客气。
可惜川井医生死了，我们报馆又被他们袭击，我的线索全断了。你打算怎么办啊？哎，要不我找朋友送你出城避避风头？我有好多朋友呢。不用了，我一定要揭露日本军方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真相。他们杀了川井医生，袭击我们报馆，这一切的行为都代表我采访的内容是真实的，我绝对不会放弃的。好，做记者就应该像你这样一往无前。其实今天我也是冲着这条大新闻来的。如果你不怕我抢了你的报道的话，我们合作？好啊好啊，别说什么抢不抢的，你刚才可是救了我一命呢。再说，日本军方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必须揭露，越多报纸看到越好。我的目的就是让它公布于众。有马原的踪迹吗？我们观察了1个晚上，马原一直都没有出现。马原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一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妻秦小慧。他们感情怎么样？我们已经向街坊四邻打听过，他们2个人感情一直很好，而且马原去日本留学，多亏了秦小慧家里的资助。继续监视。马原千里迢迢从日本回国，如今又卷入北野的计划里。就算他不敢来这里，也一定会想其他办法和小慧见面。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耐心。明白。你是来带我走的吧？我求求你，放过小慧，她什么都不知道。看不出，你还挺有情有义的。我向你保证，我愿意和特高课合作，绝对不会逃跑。上次是迫不得已，我只是个普通的学生，小慧就更加无辜了。普通的学生，不错。你本来是个普通的学生，可自从你被注射了我们的新型病毒后，就再也不普通了。你现在是一枚移动的病毒炸弹。你们什么时候注射的？我没有。在你睡着或者被昏迷的时候。不可能，我是在上船前才被你们的人找到，而且一路上没有和任何人接近过，睡觉都是反锁着舱门，不可能有人进来。上船前，我们的人是怎么说的？你们让我待在客舱里，不要和任何人接近。真的没有人给你注射过东西？没有。上次打针还是5年前去日本的时候，海关说要打疫苗，难道那个时候你们就给我注射了病毒？不。我知道了，你要带我去注射病毒。马原，你听我说，你被日本人利用了。你走吧，赶紧走。你说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别管我是什么人，我让你走，你就快走。那小慧呢？我劝你还是不要带着她，弄不好会把她也害死。那我去跟她告个别。小慧那里我可以替你解释，你最好还是现在就走。别和任何人联系。不，我还是亲自和他说的好。谢谢你，谢谢。快跑！你确认马原已经死了吗？我确认，而且爆炸前我还看到2个特高课的人在附近出现过。这么说，马原只是个幌子，北野另有计划。可他为什么又要杀了马原呢？他怕我们发现他的骗局。北野不会对任何一个人说出他的全部计划，难道连人体病毒炸弹本身也只是转移我们视线的幌子？现在猜什么都没有用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为你身上的伤找到借口，别让北野怀疑你。至于其他的事情，静观其变吧。我知道了。哎，对了，姐姐还在陪那个女记者。对，她的任务是保证苏菲的安全。
重庆方面对他的报道非常重视，希望透过他，把日本人细菌战的计划在国际上曝光，为我们赢得更多的外界支持跟援助。可我听说那个苏菲是出了名的愣头青，这回可有的头疼了。我相信露露可以完成任务。另外，国府的联络处求我们配合，只要苏菲的采访工作一结束，我们马上护送她去重庆。关于苏菲，我已经把她安排到安全屋了，而且还加派了人员看守。什么时候能送她走？我已经把我们这儿的情况电告了联络处的人。鉴于你的身份已经被他知道，所以我想应该由你亲自押送苏菲去重庆，然后交给他们保护。也只能这样了。对了，抓到马原了吗？马原已经死了，被日本特务炸死，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注射过病毒。怎么会这样呢？很显然，马原只是个幌子，他是北野扔出来的烟雾弹。可他到底想掩盖什么呢？活体细菌计划实施顺利，携新型细菌病毒的载体，将由 CPA 派专人护送前往重庆。大哥，慌里慌张的干什么？少佐阁下，您手上的就是绝密档案。您和这里诸位看见了北野大佐设为最高机密的档案，你们现在必须留在这里，一步也不能离开，等待北野大佐的下一步命令，请诸位配合。哎，你终于来了！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群像木头一样的保镖，又不让我出去，都快把我憋死了。我就知道你受不了。我是来接你的，我们准备去重庆了。怎么都是短裙啊？我不穿裙子的。为什么？行动不方便。我们这是化妆逃命，不是去当记者。你挑一件，先换上吧。那好吧。我要见北野大佐。严井少佐，带您来这里就是北野大佐的命令。你们打算把我怎么样？我可是帝国的少佐。你们对帝国的忠诚，北野大佐是毫不怀疑的。但是，试射帝国机密，北野大佐的命令是：48小时内，请你留在这里。请执行命令，少佐。如今四处沦陷，想要从上海去重庆，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些波折。我理解，我想知道你们用什么方法送我去大后方。我相信这一定是一次既奇妙而又刺激的旅程。怎么了？我脸上有脏东西吗？这么盯着我看？没有，我只是很奇怪。你这么一个粗线条的人，怎么会当记者？你啊，是在嫉妒我的才华。对了，你什么时候成为记者的？1年多以前吧。在上海吗？对，在上海。你也参加了那次招聘？说实话，我为了掩护身份，也去了。不过人家没要我，没办法。我就以张婷的名字去了《洋旗报》，没想到他们连你这样的都要，却没有要我。我就说嘛，你在嫉妒我的才华。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那你是怎么认识川井医生的？也是通过小道消息？你这是在打听行业秘密啊？我又不是真记者，我只是好奇嘛。其实是川井医生找到我们才认识的。是这样。那你可真是个幸运的记者。
我早就说了，只有像我这样又大胆又有冲劲儿的记者，才能抓到真正的大新闻。日本人无耻得很，一定会百般抵赖。这很难说。其实申报的证据有限，打口水仗未必能占便宜。现在我们已经出了上海了，这里呢是临时隐蔽点，我们在这里等接应的人。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先到香港，再到缅甸，最后到重庆。哎，你会陪我一起去吧？放心，我会一直把你护送到重庆。好了，我要在离开之前做一些准备，你在这里等我。好的，我等你，你要快点。来这，我有事情要离开一下，下面车上那个人交给你们，必须要保护好，在我回来之前，绝对不能让他离开。是。诸位，我是这次的新闻发言人，宪兵司令北野能久，请提问。我是洋气报记者，请问北野司令，关于前一段时间申报刊登的有关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公然使用细菌化武器的事件，您有何解释？这纯属无稽之谈，毫无根据的诽谤。那么再请问北野先生，我们各大报社都刊登了照片，并且还有日本军医穿井的自书，这你又作何解释？对呀，这是拙劣的伪造。你以为仅仅凭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和根本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所谓日军军医的自书，就可以指控帝国军队违反日内瓦公约？我明确地告诉你，这是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卫兵，卫兵！少佐，有什么事？这里可是办公室，没有床，没有浴室，甚至没有卫生间，你们打算让我怎么休息？对不起，少佐，北野大佐的命令是，暂时不让你们几位军官离开宪兵司令部，并没有限制你们留在这里。那把我关在这里做什么？是这样的，楼下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北野大佐的命令是，让你们留在各自的办公室中，直到发布会结束。新闻发布会，针对外界的吗？我不知道。发布会开始了吗？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先走了。申报在刊登新闻的当天，就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袭击，主编被杀，多名记者与报馆的工作人员受伤。难道这也是巧合吗？记者先生，你刚才不是也说是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所为吗？这难道也要强加在帝国军人头上吗？再说，申报报馆在公共租界，对于这次袭击事件，我也只是有耳闻。今天工部局警务处的先生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不妨听听他们对此事的调查。关于袭击事件的歹徒，我们仍在追查。根据现场所遗留的线索，我们无法确定袭击者的身份。
迟到了。你要查的东西难度不小。川井医生确有其人，但是作为反战人士，很早就被日本方面逮捕，甚至这个人没有来过中国。那么申报报道的那个川井呢？之前在汪宅被杀的又是什么人？谁知道？日本宪兵队直接向工部局施压，要走尸体。不过申报中提到的那家日本医院里根本就没有叫川井的医生。汪家宅杀人案应该是场骗局，或者说申报报道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这是什么声音？快去看看！嗨！露露，你去哪儿了？我正找你。我也找你呢，先上车，我有重要发现跟你说。你不是护送苏菲去重庆了吗？我怀疑苏菲是日本间谍，而马原就是为了掩护苏菲而放的烟雾弹。这么说的话，难道他就是真正的活体细菌炸弹？你说什么？我利用宪兵队的新闻会议混进去，与西西接上了头。根据西西传出的情报来看，北野已经将携带新型病毒的载体运往重庆，而且是由 CPA 派专人护送的。在这个时候，被护送去重庆的，除了苏菲还有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那苏菲呢？接应点。我们快点。快！你总算回来了，天都快黑了。怎么，他也跟我们一起去吗？我们不用去重庆了。为什么？因为戏已经演完了，我们已经揭穿了北野活体细菌弹的计划，所以你不用再装了。什么活体细菌弹计划？哎，这倒是个不错的新闻选材。这一切都是北野的计划，他利用马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掩盖活体细菌弹的计划。可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处理川井医生泄密的事件。北野利用思维惯性的特点布了这个局，我们都想看看，他是一个很可怕的怪兽。当然，最关键的人物是你，苏菲。你的演技太好了，差点把我们所有人都骗过去。你的大胆、鲁莽，让我们觉得你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下意识的就相信了你。你是怎么识破我的？你是日本人吧？怎么看出来的？日本人从小跪坐，所以腿型比较特殊，有罗圈腿的性质。而且日本女人的服饰比较束缚，让她们走起路来只能小碎步，这样使她们的腿部肌肉不够发达。你知道在短时间内没办法改变，所以你要求不穿短裙。可是你下意识的掩盖，却让我产生了对你的怀疑。不过光凭这一点，也只能让你对我起疑，并不能帮助你推导出北野大佐的整个计划。没错。所以我问你，什么时间去申报的？你告诉我，是去年春天，对吗？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因为申报报馆一贯反日，曾经被停刊。去年的春天，上海根本就没有申报报馆。我想，
你进申报的时间应该不长。北野之所以安排杀手去袭击报馆，一方面是为了恐吓威胁你的假象，而另一方面则为了杀死主编，让我们没法查证你是什么时候进入报馆。没想到你的分析这么细致入微，而你采访的重要人物川井也是一个骗局。从小商贩卖给我们假情报开始，汪家宅的凶杀案是为了吸引我们剧的一场戏，让我们相信你真的受到日本人的威胁。而马人则是迷惑我们的牺牲品，其实他身上根本就没有病毒，所以在我们要接触他的时候，他被炸死了。你现在要怎么处理我呢？哼，我们会带你去一个地方，破解你身上的病毒。不过作为奖励，我们会把你治好。但是等到战争结束，你会被带到军事法庭接受审判。